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耀99爱收视跌至 0.18， 上星剧接连扑街，杨紫诚意扛剧能力被质疑。由杨紫和范丞丞主演的现代偶像剧《耀99爱》开播即巅峰，自那以后收视率一路下跌。最新更新一集酷云收视率直接跌到 0.18， 粉丝选择掩耳盗铃，干脆开除了这个平台统计数。可问题是，这部剧在其他平台的表现也不怎么好，反被人家开除在了收视率排名前10的剧集之外。不怎么样的成绩，狠狠挫伤了骄傲许久的杨紫粉丝。上星剧接连扑街，扛剧能力被质疑。杨紫现在作为2025后的一线小花，身上自带腥风血雨体质，稍微有些风吹草动，都会引来无数人纷纷下场。这一回，新剧扑街必然也不例外。就对此，有人发现，原来杨紫每一部上星剧都血扑了。从女心理师沉香如屑、龙珠传奇莫格里男孩均在电视机前跌破到了 0.1。杨紫刚刚第3次获得了微博女王的顶流女艺人，成为唯一一个3获微博女王的艺人。平时的数据号召力在娱乐圈是数1数2的存在，却不知为何一遇到上星却后劲乏力。粉丝呢，平时里一直喊着自家是一番大女主，扛剧能力一流，这回这个能力不得不被大家质疑了。而且和其他年轻艺人不同，杨紫比起娱乐圈很多人来说，拥有着他们绝对想象不到的国民度。全国人民看着她长大，这句话放在她身上一点都不为过。然而，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她的脸却依然不能够成为电视机前所向披靡的利器，就连基本盘都未能保住，这叫人觉得奇怪。一般情况下，在大家眼里非常具有国民度的艺人，比如孙俪、靳东，他们的脸就是各大卫视的金字招牌，他们只要有拍，就有人会买。算是拥有让人害怕的国民度的杨紫，却屡屡拍出这么多扑街的上星剧，也难免被人质疑她的扛剧能力。甚至还有人说出了一个玄学，表示杨紫只能忘2字生，3字的都忘不了。也就是说，她可以忘李现、邓为、肖战，但是合作男演员一变成景柏然、范丞丞、马天宇，杨紫的忘男演员体质瞬间就不灵光了。当然，这个玄学是无聊网友瞎开玩笑，并不具有十分的借鉴意义。实际问题根本不是谁扛剧不扛剧，一个演员总要靠别的因素加持。剧情太平，难入戏 ，CP 出戏没火花。耀99爱说起来，剪辑和采用的切入点其实很精妙，很有创意。剧集采用了双时空叙事，航天成6人组的18岁和30岁，利用蒙太奇的手法反复穿插讲述，一边怀念过去，让大家看到轻松少年岁月的无忧无虑、没心没肺，一边是30岁的都市压力、成人苦难。这是整部剧的一大亮点所在。按照小说，剧集这样拍完全没毛病，也能看得出来导演用了自己的巧思。此外，搭配着孙燕姿的 BGM， 既契合了剧情中女主角喜欢孙燕姿，又刚好做了情节烘托，这些都是无可挑剔的。毛病在于整个剧情太平淡，没有任何波澜，这才是真正要命的地方。很多地方，很多桥段出现的都没有那么流畅自然，好像就是应该安排在这里而故意安排在这里，节奏太慢的同时却带给不了人任何的治愈感。这要是放在网络平台，大家2倍速看着还行，放在争分夺秒的黄金时段显然是不够的。剧情太平，也就进一步导致了杨紫和范丞丞之间的对手 CP 感不足，2个人没什么火花，观众捕捉不到2个人应该是天生一对的感觉。同期对手很强劲，现偶本就有门槛。
该剧播出的同期正好遇到了央视8套播出了一部《王炸》。如果奔跑是我的人生，这部剧别说是对其他剧进行围攻，就连央视一套播出的《大江大河之岁月如歌》都被按在地上打。集小三、同妻、婆媳、东亚母女各种狗血元素于一体的大成剧，本来就是黄金档的大热门，其他剧当然比不了。另一方面，这部剧是现偶，就已经处于了一个劣势，因为一直以来，我国在现代剧上面就好像存在短板。2023年马不停蹄前后脚接连播出了好几部顶流主演的现偶剧，一样都是扑街。龚俊、王鹤棣、罗云熙没有一个使得上劲。本身现偶剧就比较难拍，很难既能够满足观众幻想的同时和我们的真实生活接地气，导致门槛较高，很难出爆款。剧情很平的要99爱就更没有什么优势了。